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网友提议舅舅做福建碱水糕，替压柜。舅舅与舅母也刚好编写了新食谱，在完全不用硼砂的情况下，轻易做出 Q 弹可口的碱水糕，再配搭美味的风猪脚一起享用。那味道叫人词穷。特别是这碱水糕食谱与做法，大家真的不要错过，千万不要走宝。是的，选用这牌子的水磨粘米粉400克，这粉效果稳定。30克木薯粉，再加入500毫升清水拌匀。台湾的朋友买不到这粘米粉，可以改用蓬莱米粉，效果上接近。接着加入15克食用碱水，这在市场上容易买到，也不贵，1小瓶就几块钱。这也是一般做油面、碱水粽用的那个碱水。这碱有防腐功能，也可以让蛋白质与淀粉糊化凝结，加温后口感才会 Q 弹。不粘锅内倒入800毫升清水，加入1小匙盐。来，这澄面粉是让碱水糕更加细致软嫩的秘密武器，这是舅舅反复尝试后得到的效果。取出30克，加入水里拌匀。接着炉火打开，将澄面粉浆煮开，不停搅拌，避免糊底。煮至粉浆转透明状，锅边冒小泡后，再将炉火调低，再继续煮至锅里粉浆沸腾。好了，像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先熄火，接着再将预先备好的粘米粉浆过筛加入。温馨提醒：锅里水温很高，不要急促，小心避免烫伤。将过筛后的米浆与煮至沸腾的澄面粉浆拌匀。粘米粉浆预热后会膨胀，与煮米饭的道理一样，所以变得浓稠属正常状态，不要担心。拌匀后再开小火，一样不停翻拌，继续将锅里米浆煮成膏状，所以此阶段选用不粘锅，比较不费劲。每一下都尽量从锅底翻拌起，底部米浆才不会烧焦。拌至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熄火了，利用锅子余温继续拌匀。米浆已经过筛，此时出现这大小颗粒，不用担心，不会影响最终成品。用余温一直拌至米浆比较干身，挂勺，像做萝卜糕的样子，勺起，米浆挂在勺子上，不会自行流下就对了。在8寸方模内垫一张不粘烘焙纸，再将米糊勺入，用勺子稍微摊平，用力震几下，将生坯震得更实一些。最后再用个塑料板将表面抹平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蒸锅里倒入约5公升清水，水要够，因为要蒸1小时。将生坯放入蒸格内盖好，用大火蒸，成品才会更 Q 弹。蒸了1小时后，直接开盖，不熄火，不加盖，继续多蒸个5分钟，让糕体表面的水蒸气多散发掉一些。时间到熄火，糕面明显比较干了。取出制凉，待糕体降温后就可脱模。成品必须完全冷却才好切件，舅舅一般都放在室温下1个晚上，让成品完全收水。搁置了1晚上的碱水糕，完全收水后，感觉会更 Q 弹。老人家一般喜欢用根线切件，舅舅这食谱用塑料板也已经很好切了。这里再次提醒一下，可以的话
大家尽量找回舅舅视频中用粉的牌子，这效果真的很棒。这不是业配，只是纯粹个人体验分享。哇，这也太 Q 了吧！舅舅真的很满意，特别开心。尤其是在硼砂被浸后，舅舅已经很多年做不出这么 Q 弹软嫩、如此传统口味的碱水糕了。希望大家可以将此视频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这样以后大家都有好吃的碱水糕吃了。福建人享用碱水糕，一定少不了这风猪脚。舅母的风猪脚也煮得特别好，特别到位。好吃到想哭。有这么夸张吗？那你就不懂了。嘟嘟吃的是一道美食，舅舅在这里头多了一份回忆，一份念想。这些你还不懂？在看视频的你们也像舅舅一样吗？一道道美食唤起多少人的回忆。朋友，您还有那些想吃的吗？告诉我，会做的一定给您做。就希望您给舅舅赞一个。哎呦，感动我！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要颠覆传统，做个很好吃的斑斓芋头碱水糕。这还要感谢网友珍姐不吝分享，大方提供食谱，舅舅今天才有机会与大家分享这么创新又如此美味的碱水糕。这糕点做法简易，用料也简单，成品好，效果软韧 Q 弹，喜欢。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朋友可以做起来。谢谢大家。首先将8片重约50克斑斓叶剪细，这斑斓叶多或少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倒入搅拌器中，加入清水500毫升，搅拌后取汁。将搅拌后的斑斓叶过滤去渣，取出500克备用。料理盆中倒入400克粘米粉，台湾的朋友可以用再来米粉替代，40克木薯粉，1小匙盐，这盐的分量可随自家口味调整。接着将沥过后的500克斑斓汁倒入，边倒入边拌匀。粘米粉属于淀粉类，轻易就能拌匀，而且还不会结粉疙瘩。兜一兜，拌一拌，很轻松就能拌好。接下来将预先备好的15克食用碱水加入，舅舅用的这瓶装碱水，一般杂货店都能买到，只是分量必须要用的恰好，量加多了成品会苦，而且碱味重；少了成品韧性又不够，口感不对。将拌匀后的米浆过筛，这会更细致一些。米浆化的不错，筛里没有残留食材，将米浆先搁置一旁待用。去皮后的芋头净重160克，先切成薄片，每片厚度约2至3毫米，接着再切成条状，最后改刀切成丁。一整年就属这时候的芋头最松化好吃，所以每年这时候舅舅最喜欢做芋头料理了。好吃呀！这芋头颗粒不要切得太大，蒸熟的碱水糕才不会感觉突兀。切好后的芋头静置备用。备好一个9寸方模，在内部垫上一层烘焙纸，这是可重复性使用的烘焙纸。静置备用。锅内倒入800毫升清水，盖上锅盖，大火将水煮开。水开后，将炉调至低火，再将拌匀后的米浆小量慢慢倒入锅中，边倒入边用货铲搅拌，让锅内的米浆均匀受热。制作碱水糕，此环节不能省略，米浆唯有经过这煮熟环节，蒸熟的成品才会足够软韧。就这样一直保持低火不停搅动，每一次都尽可能底部翻起，这样才能避免糊底。随着温度升高，锅里的米浆越来越浓稠。这时候再将芋头倒入，继续拌煮，将芋头与米糊一起拌匀。
这要拌煮到什么时候呢？好问题，一直拌至视频见到这状态。比较具体的说法是米糊挂勺，勺起米糊不会留下即可。这时可将面糊离火，全部倒入预先备好的方模内。再用刮板将膏面整平，这膏面尽量要抹平一些，蒸熟后的膏体表面才会平整。锅内倒入足够水量，将膏体震实。冷水上锅，大火蒸1小时，间中注意锅里水量，锅里若水干了可以适量再加。时间到熄火，若时间允许，这碱水糕多蒸个15或20分钟也行。蒸越久，成品也会更 Q 润一些。成品离火致凉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晚安。经过了1个晚上，一早舅舅来做个椰糖浆。锅里倒入130毫升清水，80克白糖，中火煮开，半小时盐，这也很重要。除了中和糖的甜度，也可以解腻，不能不加。4片斑斓叶。对了，远在欧美偏寒冷一带的网友，常面对找不到斑斓叶的问题。您可以将此食谱内的斑斓叶用量全部去掉，完成后的成品就是原味的，也很好吃。在白糖煮化后，才将200克黑糖加入，黑糖后面才加入，主要是这黑糖煮久了会变酸，这糖浆就不好吃了。还有这黑糖用量不多也不贵，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质地较好、包装上比较卫生的。煮至黑糖化开后，再将1小包装200毫升椰奶加入，拌匀，煮至糖浆一沸腾，立马离火。这椰奶不要煮久，避免出油。也可以在这时候用玉米粉勾个芡，让完成后的糖浆浓稠一些。舅舅比较喜欢稀一点的，所以就不勾芡了。糖浆一沸腾，立马离火，过筛。温馨提醒大家，这糖浆糖的用量已经减至最低，也不太甜了，千万别再减糖了。这是切件后的斑斓芋头碱水糕，舅舅抖一抖，让大家感受它的软韧性，真的很 Q 韧。冷却后，碱水糕必须足够软韧才算成功。切一小片，在掌心轻轻推揉，它是不会轻易化开的，可以任您肆意抖动，也不会变形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在分享她的成品时，最喜欢切一片竖立于掌心，抖动并骄傲地告诉我们，成功的碱水糕就应该是这个模样，柔软并保留一定的韧性，尤其是蘸上这椰糖浆，更是锦上添花。对了，今天这食谱比较适合这个吃法，因为添加了斑斓味的关系，比较偏向于吃甜点。如果有想掺着卤肉汁享用的朋友，斑斓叶就不要加了。谢谢珍姐的食谱，谢谢大家陪伴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请帮忙订阅，我们下支视频再见。谢谢大家。